现在我们讲课，然后讲课的之前，请大家发菩提心，为了度化一切众生发誓成佛，为了成佛闻思修心，好好修行以后成佛，然后度化无量的众生，这样子发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以后呢，我们就继续讲这个课这个课的内容就是如何行为转为道用。那行为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行为，任何一个行为我们都可以转为道用的，除了这个精神上的，比如说贪嗔痴不可以这个转为道用。其他的就是像杀盗淫妄还有这个事不善当中的这个四个这个圣造的业，然后四个这个欲造的业都可以转化为道用的。事不善当中的就最后三个这个易造的这个三种罪业以外全都是可以转为道用的。那是因为大乘佛法大乘佛法的这个因为菩提心的加持力，大乘佛法它是以众生为本就是只要对众生有利益，那就它允许这个杀盗淫妄等都允许，只要对众生有利益只要是一心一意，就是为了众生，没有任何这个自私的话，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像杀盗淫妄这样子的行为都能够转化为道用的。那杀盗淫妄平时我们就是堕地狱的这样子的因素都能够转为道用的话那就是没有什么行为不可以转为道用的，一切都可以转为道用。那这个转为道用以什么东西转为道用呢？在大乘佛教当中，就是以两种法理转为道用。那两种第一个是这是佛经上有记载的第一个是空心见。只要证悟了这个空心的话深深的体会到一切都是如幻如梦在这个也就是说，这个在现实生活当中发生的一切和梦里发现的一切能够作为完全是一样的人，对这种人来说，那就是一切都是真正的这个如幻如梦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一切这个现象，一切的这些罪业也就不会影响到这个人一切都可以转化为道用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菩提心的力量。在这个菩提心的基础上，或者是这个依靠菩提心的力量，然后虽然是没有证悟空心，但是呢，所有的行为都可以转为道用的，都可以转为道用。那这两个当中证悟空心呢，对我们来说可能还有一定的距离虽然是证悟了这个初步的阶段的这个空心证悟，但是呢这个要用到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或者是能够把我们的一切行为都转为道用，要达到这种这个
标准，就是还是有点难。但是菩提心就不一样。菩提心呢，就是只要当下有菩提心的话，都很管用的这虽然是这个菩提心平时不是很稳定，也不是很强烈但是呢，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做任何一个决定的时候，当下有这个菩提心的话，就是菩提心的力量，就是以当下的这个瞬间的这个菩提心的力量，然后呢，把这个身口的这些行为，都可以这个转为道用的。这两个是这个佛经里般若经当中讲得很清楚了。平时声闻还有缘觉这两个小乘的这个修行人，根本不敢说、不敢做、不敢碰的这些事情，在大乘佛教里面呢，就是很正常的这个事情了。那是为什么？因为大乘佛教就是以这两个，就是以这两种力量，有两种力量，把它转化为道用，把它转化为道用了以后呢，它就是道它不是罪业。所以这个大乘佛教跟小乘佛教的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样子。这是总体来说是这样子然后有很多细节行为，我们的行为也有很多这个各种各样的行为，有很多细节，然后转化为道用的方式也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方式，但是总的来说就是需要有这两个是最好的这个转为道用的方法。那我们现在再讲这个上面在讲这个吃饭的时候怎么样这个转化为道用这个饮食怎么样这个转化为道用。这个我们现在在讲这个。那这个里面呢，上次讲了上次讲这个酒和柔就这两个。酒柔这两个当中呢，柔我们上次讲了。密宗里面有这个无柔无甘露这样子的这个密宗的实验也就是说不摄取酒，不摄取柔，也就是说接受我们接受这个柔，接受酒这是密宗的这个实验就是一个密宗的实验。那么我们平时有说不能喝酒不能吃肉，这个跟宪宗的这个大乘佛教里面讲的完全是一样那这两个怎么样去圆融呢？这两个不同的说法，而且是甚至是矛盾的说法这个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呢？这个以前也讲过很多次了无柔无甘露是什么呢？就是把所有的这个人们觉得是肮脏的这个东西当中去选出来了五种肉。这五种肉就是当时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候呢就是在印度来说这五种肉是没有人吃大家都这个觉得这五种肉是很肮脏的，任何人都不会吃五种肉是这样子。无甘露也是这样子，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是这个肮脏的东西的代表。除了无肉无甘露以外，还有没有呢？当然有了，但是呢，他们是代表那这个密宗的修行人他为什么要接受
最肮脏的这个代表的东西呢，这个我们讲过了，密宗的修行人，也分3种修行人啊，3种修行人，一个是初步阶段的修行人另外一个就是后期的这个修行人那初步的这个修行人，他密宗也就是不允许他们去接受无柔无甘露密宗也是这样不赞叹甚至是不允许，也就是说反对初期阶段的修行人、学密的人去这个接受无柔无甘露。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接受的能力他是普通人，没有接受的能力什么叫做没有接受的能力呢？吃肉还需要什么能力呢？需要能力。这个密宗里面讲的这个这个接受无柔，跟我们平时这个吃肉，这完全是两回事。密法里面也讲肉不能当作食品来用这样子的话，那就是像这个大乘的这个大乘的这个显宗的经典和完全是一样的，不能这样子吃。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密法也就是禁止这个肉食这是一样的。那所以就是初期修行的人这个不允许这个接受无柔无甘露。但是呢，初期修行的人那怎么样这个去护持这个食言呢？密法里面讲了，只要我们从圣义谛的角度去看无柔无甘露等万事万物都是佛的贪嗔。在佛的贪嗔当中呢，没有一个不清净的，没有一个肮脏的东西。从这个圣义谛的角度来去看，你知道只要能够坚持这个观点就够了所以就不需要去接受密法也不允许接受，因为初步的修行人没有这个能力他接受无柔无甘露也没有什么作用这个跟普通人吃肉是完全是一样的，所以他反对初期修行初步阶段的修行人去接受没有用。无柔无甘露都是一样的，初期修行人是不允许不能用初期修行的人我们这个密宗的这个14条根本戒的第13条根本戒，第13条根本戒就是不摄取这个无柔无甘露等这些食言物那这个初期的修行人怎么办呢？初期就学密的人就是他不需要接受，只要从圣义谛的角度去看，他是清净的不清净再从世俗谛的角度去看的话，他们是不清净的他们是所有肮脏物的这个代表物但是呢从圣义，但是呢这个肮脏不清净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新的现象，是我们自己的业力的现象。如果把我们换成佛来看这个无柔无甘露，那难道佛看的也是这么肮脏的吗？不是，佛看的是清净的我们看的才是不清净的那到底佛看到的是准确是真理
是中继的这个真理，还是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正确的啊？当然啊，是佛看到的是正确的啊，是真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有这个业障，所以我们看到的都是不清净的。佛是断除了所有的业障，所以佛看到的才是物质的真正的这个本心本体本来的面目。那我们看到的是不清净。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个无肉无甘露都是清净的。只要有这个观点，只要不反对这个从圣义谛的角度去看，一切是万物是佛的坛城的这种观点，只要不反对这个观点的话，密宗的这个绝大多数的密宗的这些戒律不可能彻底的破掉。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只要有一个这个密宗的绝大多数的这个戒律都是建立在这个清净观清净观。只要有一个清净观的话，很多都是不会破的。就像我们这个菩萨戒，只要有一个我一定要为了一切众生要成佛，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圆菩提心的话很多密乘的这个戒律很多都是不会从根本上从根本上破掉，因为就是还有一个圆菩提心的存在所以就是不可能违背这个很严重的不可能很严重的违背大乘的这个大乘佛法的这个思想所以就不会犯得很严重。同样的道理，只要有一个这个清净观就可以那无肉无甘露不允许真实去接受。但是呢，我们吃饭吃蔬菜这些可以观想无肉无甘露或者是就可以，如果这样子也不行的话，那就是从圣义谛的角度来说能接受没有什么清净和不清净的分别，这样子就可以了这就是密法的要求，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这样子，比要求不高然后呢这个密法的这个后期的这个修行人境界已经是非常高的这种人呢，他不需要去接受这个无肉无甘露为什么呢？对他们来说无肉无甘露和这个其他的任何东西在他们的眼里都是一样的清净，都已经是一样的清净了。已经是一样的清净，所以对他们呢来说，没有什么像无肉无甘露这样子的不清净的代表物已经是很清净了，所以对他们来说也没有什么用处所以也不需要去接受。那么需要接受的人就是中间阶段的这个修行人他虽然是证悟了已经证悟了，证悟的境界呢已经达到了这个一定的这个境界了，一定的境界，但是呢也不是这个达到这个巅峰他还可以发展还可以他的这个智慧还可以成长。在这个阶段的人来说就接受无肉无甘露的时候呢平时我们所有人都觉得这无肉无甘露等是不清净的那这个密宗的修行人证悟了以后呢，他在这个证悟的境界当中去接受这个无肉无甘露，这样子的话，这个无肉无甘露不但是对他没有这个对他没有这个影响，而且促进他的这个修行怎么样促进他的修行呢？他深深的体会到原来我们凡夫所谓的这个清净和不清净
原来都是平等的，原来都是在这个境界当中呢，的确是实实在在是平等的，没有什么分别。他就深深的体会到他为什么体会到？因为有这个境界他有这样子的境界，有这个修行的能力体会到这是平等的。当我们初期修行的人呢，接触无肉无甘露，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感觉不到这个平等，我们感觉到还是不一样的无肉无甘露是肮脏的，其他东西是清净的。我们借助无肉无甘露，也就是这样子更认为这个是不清净的，是肮脏的。我们的结果这个接受无肉无甘露的结果就是这样子。那他们的结果是不是这样？这个我们就经常以前讲过很多次。比如说我们在梦里看到了这个做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自己在做梦来到一个很深的这个山谷悬崖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点还是虽然是知道了是在做梦，但是呢还是有一点点这个恐惧没有像现实生活当中那么这个强烈的这个恐惧但是还是有一点恐惧这个时候呢，他为了这个生下来的这么一点点的这个恐惧感，为了断除这个恐惧感为了彻底的消灭这个恐惧感，他就是故意在梦里面故意从很高的这个悬崖上面跳下去看怎么样这个时候他就是会促进他的这个修行这时候他跳下去了以后呢，因为是做梦因为是梦境他落到地上也就不会有任何的这个他不会有任何的这个不会受伤不会有任何这个疼痛，因为他知道这是梦如果我们真正在不知道在做梦的话有可能摔到地上就会摔死了或者是残废了受伤，各种各样都有可能梦到但是呢他知道这个是做梦，所以他就是故意这样子也就不会受伤然后他这个时候就是深深的体会到梦就是这样子，我没有必要对梦里的悬崖还有升起恐惧感没有，就是他实际上就是这样，我跳下去了也没有什么的这时候呢，他亲身体会到了以后呢他就生下来的一点点这个恐惧也就彻底的消灭这个我们在黑色中医当中讲了就是这个小乘佛教他对这个像无肉无甘露也好他对这些贪嗔痴烦恼的这种态度是不一样的他认为这些都是这都是永远永久的这个坏的东西，终极的这个坏的东西，永远也不能去碰他们一碰到他们然后就会堕地狱的这是小乘佛教的这种非常狭隘的这种观点然后大乘佛教呢显宗的大乘佛教，他认为这个贪嗔痴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些行为是不好这些都不好，杀盗淫妄不好，杀盗淫妄等都是不好的。但是呢，有一种办法把它们可以转化为这个菩萨道怎么样转化？就跟我们刚刚讲的以菩提心的力量，以空心见的力量可以转化它本身是是不好的东西，但是呢我以菩提心的力量和空心见的力量把不好的东西可以转化为道，这就是我们的菩提心的力量他认为他只知道可以转化，但是他也不知道这个是本来是清净，他知道这个是转化。小乘佛教他认为这个不可能转化这是永远都不可能，在任何时期任何地点任何时间都不能去杀盗淫妄
不能这个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下到阴王，如果下到阴王啊，那就是要下地狱的。这个就是没有什么余地。这就是小乘佛教的观点啊。这个我们上次讲的，他的见解非常的保守啊，不开放啊，所以他的行为也就是这样子，他永远都想不到这个是可以转化为道用的，更想不到这是清净的。然后大乘佛教啊，这个显宗的佛教，它就是更深一层次了。那所以他认为这个可以转化，但是他也不知道这个是本来清净，他永远也想不到这个是清净的。就是到了密宗，尤其是这个无上密宗的时候呢，然后他就认为，那他知道这是不但是可以转化为道用，而且它的本体就是清净的。你可以这个转化为道用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它本身是清净的所以可以转化道用的原来它的原本是清净的但是我们暂时还没有发现它是这个清净，在这个时候你可以转化实际上这个不是转化，实际上它的本性就是这样子我们离它的本性进一步了。这是他们的观点然后呢，大乘佛教的这个中间阶段的这个修行人来说呢他是这些东西对促进他们的这个修行呢有非常大的这个帮助，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一样就像从梦里面呢，我们梦到一个这个100多层的这个高楼上面一看还是有一点点恐惧了那个时候立即知道是梦梦里面我连梦里面都有恐惧感，这个我的自私心因为我的这个爱我执太强，连梦里面都在影响我，梦里面哪有这样子的这个高楼，我就故意跳下去，就是没有深深的体会到这个时候刚才这个一点点的这个恐惧感都是不正常的就现实生活都是这样子，就密宗的这个中间阶段的修行人他就是现实生活也就当成这样子，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他已经证悟了空性和清净观，他不会有太大的这种清净和不清净的分别，但是呢，他毕竟还是中间阶段的修行人，还是会有一些清净不清净的这种观念这观念，这个时候呢，他为了打破这个彻底的这个打破这个观念，然后故意去接住这个无肉无甘露但是呢，他的这个行为一定要保证不能伤害任何众生在不伤害任何众生的身心这种情况下，为了促进自己的这个修行的这种快速的这种发展成长，然后呢，他故意去接住这些这是密法的一个特殊的这种训练的方式就像现在说的一样，魔鬼式的训练，这个叫做好，这个就是密法的这个从这个上面呢，我们要去理解为什么不能吃肉呢？为什么跟宪宗一样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初期阶段的人就不能吃大乘佛教像这个大乘佛教这个宪宗的这个佛经里面怎么说就怎么做就是不能吃肉就是不能喝酒，就是这样子那密法里面就这样的这个接受这个密宗的实验，这是另外一回事这个时候呢，这些修行人他没有把这个无肉当成食品他没有当成食品，这叫做食言无食言无，那不就一个名字的差别吗？也不是名字的差别这个食言无是什么呢？食言无就是为了
更深层次的这个体会到一切清净和不清净实际上是平等的啊，这样子的这个能达到这样效果的这个物质啊，各种各样的物质，这个叫做实验物啊，这叫做实验物，这不是一个视频那这种修行人呢，那这种修行人来说啊，他没有限制了，他没有限制，他可以吃肉啊，他可以喝酒，但是呢，这个吃肉跟这个喝酒呢，他也就是不是因为就是因为这个因为这个贪这个酒和肉啊，吃接受这样子的话，那就跟这个初期阶段的人和一样，那样子的话，他也不允许的，这个就是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种人呢，他已经超越了很多的这个约束啊，为什么呢？他真正的已经证悟了，一切是清净的啊，一切是如幻如梦的啊，这样子那他自己证悟了一切都是如幻如梦，那这种情况下，他可以随意的这个杀盗淫妄吗？当然不是啊，对众生有利啊，那就大乘佛法也可以，显宗的大乘佛法也可以接受啊。那不这样子的话，如果对众生没有利益的话，那就是不允许的啊。所以从我们这个初期阶段的这个修行人来说，这密法里面呢还是很严格的，这些所有的戒律这个密宗戒、密乘戒的这个基础是菩萨戒啊。那菩萨戒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别解脱戒啊。在家人的话就是居士戒，出家人就出家人的戒。那样子的话，那就是这个密法里面呢，就是更多了一些约束而已啊。像比如说只守了这个这个居士戒，然后在这个上面呢只守了这个菩萨戒的人啊，那就只有这个居士无戒还有这个菩萨戒14条戒或者20条戒，只有这个约束没有别的约束了然后在这个上面呢，灌了顶的话，那就是多了14条约束就是不但是不开放而且多了更保守一些了。这是我们初期修行的人初期阶段的修行人呢，就没有什么余地，还是要这个如理如法的要如理如法的去这个取舍该做的就可以做，不能做的呢还是不能做大乘佛法、密法都是一样的这个吃肉和不能吃肉这个冲突这个两个这个矛盾的说法怎么解决？就是这么解决这样很简单了。这是上次我们讲的这个补充这个我们在其他的时候也讲过了，但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很多人就不懂密法的真正的这个含义不懂表面上去看密宗的这些双生的相还有就是无肉无甘露等等然后呢就是就各种各样的这个诽谤然后呢就导致了很多人的这种不好的这些想法，然后很多人就对密法、大乘佛法有这个邪见，那是肯定是造很大的这个罪业让很多众生堕地狱有这样子的可能。密宗也就是考虑这个问题，所以它是不公开的每个人的这个承受的能力不一样，他的意思就是说，当众生能够接受这个密宗的这个，因为密宗的这些行为的时候，才可以公开
啊。这个不仅是密法这种做法，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经里面都有啊。佛的第二转法轮般若波罗蜜多经里面说，佛就是说刚刚进入这个大乘佛法的这个菩萨啊，对他们不要讲空性啊，对他们不能讲空性啊，空性对他们要保密。他们虽然发了菩提心了，虽然发了菩提心啊，没有菩提心就不叫菩萨了他们是有菩提心，他们受了菩萨戒啊，他们有慈心有悲心啊，都有但是呢，对他们不能讲空性啊，这是佛亲口说的。为什么不能讲空性呢？是不是空性有什么问题呢？不是有问题，但是因为他还没有经过这个闻思没有经过闻思，他的这个智慧还没有这个成熟，他没有成熟，他的法器不够成熟，在这个时候给他讲这个空性，他有可能接受不了接受不了，然后就是会这个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就认为空性不可能的不可能，这个万事万法都是不存在的然后就是觉得这个空性是对空性就是产生了一种邪见这样子的话，这些人就对这些人就是造很大的业，所以佛就是考虑这些人的这些问题所以对他们要保密，但是不是永远保密等他们的这个有一个过程等他们的这个根基慢慢成熟了以后呢，然后就可以这个讲这个空性都是这样子，密法也是这样子这个保密不能说是密宗才是这样子，显宗也是这样子这是佛的慈悲的表现佛对众生的这个慈悲的表现佛就是不是说佛就是他自己证悟了清净证悟了空性然后就实现大家都觉得佛的智慧很伟大呀，佛很了不起然后为了展示自己的这些伟大，然后就公开的讲这个清净公开的讲这个空性佛不是这样子佛就是看众生能承受多少就讲多少这样子逐步的这个让众生的引导众生。密法里面的也是这样子，这个是一个我们学密的人的一个最起码的一个这个常识这一点一定要知道，要不然的话对密法就不了解现在我刚刚讲的真正了解密法的人是很少不能说没有，但是很少然后呢，看到了密宗的双生相，还有这些分路金刚的这些面孔，然后就是听到过密宗里面讲这个接受无肉无干路这种人很多，见到的和听到的人很多然后呢就不去这个不去这个闻思不去研究，不负责任的去网上发各种各样的帖子呀，说各种各样的话就是会导致很多的问题的，这个是很重要。虽然以前我也讲过了，但是呢再一次的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很重要这个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在今天也就是在顺便也讲一下这个两个吃肉也是密宗里面讲的不吃肉不能吃肉也是密宗里面讲的那这两个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刚才那样子，就全都问题都解决了这样子这个是密法的吃肉然后还有喝酒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不需要单独讲了然后这个吃饭的时候转化为道用的最佳的这种方法呢是把所有的这些食品当作回供品
当作回供品然后呢，自身自己的身体本来就是这个佛的坛城，本来就是佛的坛城，那这些食品呢，也就是本来就是清净的在这种观点，以这个境界当中就按住在这个境界当中，然后以清净的东西供养清净的东西，以清净的食物供养这个清净的佛的坛城，在这种境界当中去这个吃饭那样子的话，这所有每一顿饭都是变成这个回供就是回供那我们平时没有这种清净观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我们拿去买很多的食品然后念一个仪轨，然后就念完了以后，大家把这些食物分了吃了我们自以为是这个是回供但实际上不是回供，这个不是回供我们经常也在说这个回供火供这些我们目前还不会做目前还不会做的不会是很标准，这样子的话，还不如我们就念佛的名号供这个供品那样子的，所以我们就是用念佛供佛这个来代替暂时代替这个回供然后当我们这个对我们对这个密法有一定的这个了解回供怎么样做这些都我们基本上了解的时候我们对佛这个密法的认识有所提高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做回供回供是一个积累资粮，然后呢，尤其是这个清净犯密尘戒的一种非常的这个非常好的方法，清净这个罪业的非常好的方法，这个时候可以做这个回供那这个就是如果有这种见解的话，就不需要其他的仪轨，自身都是佛的坛城了那这些所有的这个食品呢，它是本来就是清净的公品了，清净的公品在这种境界就是在以这种境界去这个吃饭，那自然也就成为这个回供了然后就念一个简单的这个回供的仪轨有很多这个非常简单的仪轨这个回供的仪轨只有100-200字，只有几十个字的1分钟2分钟就可以念完这些回供，这些回供的仪轨每次念一个这样子的仪轨的话，那这个所有的这个这个所有的这些食品都变成这个供品了这是最好的这个吃饭转化导用的这个转化为导用的方法最好的方法，最佳的方法。但是呢有一个条件这个需要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呢？我们需要有清净观、清净见不但是有这个空心见，要有清净见清净见。这个清净见我们可以说最低的限度是什么呢？以闻思从理论上完全能够接受，或者是从理论上完全通达了这个一切法，就是一切法是佛的坛城这个叫做也清净见这也叫做清净见这个不是证悟，这个不是体会，这个就是理论上通达了理论上精通了。这个可不可以叫这个清净观呢？这个也叫清净观。麦巴仁波切也说了，这个叫做清净观。最低的限度的清净观就是这样子，我们至少有这个清净观那这个清净观有了然后每一次吃饭的时候呢，要提醒自己一切都是这个清净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念一下这个简单的这个回供的这个仪轨，然后吃饭的话就可以变成回供了
这个是最好的这个方法了啊。这是第一啊，上等的这个吃饭转化为道用的方法啊。然后是中等的，中等的呢平时这个宪宗里面有，还有宪宗里经常也就在用这个方法啊。那这个方法是我们每次这个吃饭的时候能做的话就可以做一些这个公平但是呢饭菜是没有办法做这个公平像面这样子的话，就首先可以做一些这个上供下施的一些这个公平但是我们饭菜是没有办法做。但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就人没有用之前把饭和菜就拿出来，然后就是单独放在一个这个小盆里面然后做这个公平汉传佛教也有这样子的这个传统那这个也可以的这个时候这个有念一些咒。首先我们把饭菜全部弄好了以后，人没有用之前念嗡阿吽这三个念嗡阿吽三个，念嗡阿吽这个是这个麦盘仁波切的这个清净罪业的几百个咒，那个里面呢也有它的功德，你们也看到了那这个功德是无量的。这个嗡阿吽是代表十方三世佛的身口意这有非常有加持力的，就念这个嗡阿吽这些食品转化为甘露因为这个是中等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没有说本来是清净，这个时候呢食物就是食物，但是呢用这个咒的这种力量把它转化为甘露，念嗡阿吽然后念完了以后呢就这个首先是供上师念这个咒俄人班子的涅沃的阿吽这些咒我们今天我念了以后，你们都到这个传承了然后以后我们把这些咒用中文写出来，大家可以念那俄人班子的涅沃的阿吽这个时候呢，我们念这个咒，然后呢这个公平就供这个公平，这个就是观想供养上师，供养我们的根本上师，这是第一次公平。然后第二次供养这个这个三宝供养三宝佛法僧，这个时候念然南班子的涅沃的阿吽，就念这个咒这是第二次。然后第三次这个时候呢，我们供养这个本尊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念这个咒罗格修然班子的内沃的阿吽念这个然后呢第四的时候呢，三根本供养三根本上师本尊空行三根本，这个时候念嗡阿吽班子人个人的完这个呢班子人内沃的阿吽，就念这个边念边供然后这是上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都是上供然后是下施布施布施的时候念这个咒om har的班智达阿康梭哈这个就是念这个这个供养护法这个供养护法这一个特定的一个这个护法，一般是这个出家人的戒律当中出现的一种护法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这是第一下施的第一。第二是我们哈尔的班智呢康梭哈这是也是他的眷属，这个护法的眷属，就像
不是给这个护法的眷属。这是这个第三。第四是另外的这个另外的这些其他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护法这个时候念阿扎班着斯黑索哈，就念这个咒然后这个是下士，这三个是上供下士，这个完了以后呢，然后就自己吃饭这个是中等的每一次吃饭的时候呢，也有上供也有下士。上供下士就是激励我们的这个圆满我们的这个资粮也是很有用的平时我们念吃饭的时候呢不念这些咒什么也不做吃饭了那就是除了吃饭以外就不会这个积累资粮那每次吃饭之前这样子有上供有下士都有，这样子的话呢，那就是积累很大的资粮。在平时这个完了以后呢，念这个虽念三宝经也有这样子的传统但是如果没有这么多时间的话，那也可以就是这些完了以后就可以吃了这是中等的这个就是中等的这种转化为道用的方法，中等的最后就是最下等的最下等的呢第一没有清净观，所以也没有办法这个做回供第二这个刚才前面我们讲的这些也不会做上供下士都不会做的话呢，那最后一个最下等的也就是最简单的是什么呢？就是人体上有很多很多成千上万的这个寄生虫寄生虫它是一个真正的这个众生像细胞这些虽然是有生命但是这个生命就不一定有生命就不一定是众生植物有生命但是不是众生那它不一定是一个众生，但是寄生虫是众生那每一个人的这个身上有成千上万的这个寄生虫那这些寄生虫呢就是要靠人体这个生存人要依靠这个我们欲界的人是要依靠这个食物来生存那如果人不吃饭，人死掉了，那这些寄生虫也会这个死掉的。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就对这个自己身上的这个内外的寄生虫发慈悲心然后呢就发愿我暂时用食品来给他们维持他们的生命然后呢最后下意识或者是以后的未来呢愿我能够传法给他们指一个正确的道路，让他们得到解脱，这样的发心吃了也是转化道用这个是最简单的最上到最下等的这个吃饭转化饮食这个转化为道用的方法有上等中等下等，上等是密法里面的回供中等和下等是我们宪宗里面讲的就是这样子然后呢吃肉的时候还有一个咒可以念这个咒密宗的序部里面讲的 Om Abraham K Zaramam 念这个念100遍念100遍，然后这个对众生的骨头或者是肉吹口气吃的话，那就是没有这个吃肉的罪过可以取消吃肉的这个罪业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认为那就是不需要我们就可以吃肉了，就念这个咒对，不需要吃素了这个还说这个佛经里面说念这个咒
吹气的话，这个众生不会多恶趣啊，也有这样子啊，佛经里也有这样的啊，那样子就更好了啊，我也可以吃肉了，这个众生也就不需要这个多恶趣了。那样子的话，这个不就比这个吃素还好吗？啊，吃素就是我吃素了，但是他就不一定不多恶趣了啊，我这样子我也可以吃肉，他也不多的，这个是双方的这个利益啊，但是也不能这样子想啊，我们还是要这个以吃素啊不吃肉这个为主，这个是佛经里面显密都是这样子要求的。没有说啊，没有鼓励我们去吃肉，念这个咒去吃肉啊，还是不能吃肉。这个就是说，在实在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啊，不能不吃肉的时候啊，要吃肉的话，那就是念这个咒，念这个咒啊，然后最后呢，吹一口气啊，这个对肉食吹气，然后再吃的话。还是自己没有这个啊，取消这个吃肉的这个罪业啊，那对这个众生啊也有这个利益的，这是很多伏藏品当中有这个咒啊，伏藏品都是莲花生大师说的，不是这些上师说的，莲花生大师我们完全相信这个莲花生大师啊，所以这个咒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这也是可以相信的。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吃素，就是这个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可以用啊，这样子的。这是这个饮食啊转化为道用的时候，这个方法，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呢身体的所有的排泄物可以这个布施给这个布施给恶鬼的众生，这也是一个方法上面我们讲了很多，比如说走路的时候吃饭的时候睡觉的时候起床的时候穿衣服的时候这一切的洗澡的时候过河的时候这些行为全都可以转化道用那现在呢就是吐痰吐口水等等也可以转化为道用的，上厕所也可以转化为道用了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行为所有的一切都可以转化为道用，实际上没有一个东西是不可以转化为道用的这也是很重要的。那我们现在讲这个，这是拜不动佛白色的不动佛的这个序部当中讲的。首先吐口水吐痰的时候呢，念这个咒阿舍阿哈热比梭哈就念这个咒。念这个咒的话，这个吐痰口水就变成变成食物，对这个恶鬼道的众生来说变成食物，然后呢这恶鬼道的众生他就这个得到这个他看成这些都是食物，他就得到这个食物这样子的。对恶鬼道的众生来说要得到这样子的东西都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在这个大圆满的前行普贤上师言教里面不是讲了吗有一个这个恶鬼的有一个恶鬼夫妻，那个女的有500个这个小孩然后呢她说她的丈夫到这个印度金刚座那边去找一些食物，已经很久很久还没回来。然后呢那个嘎达亚呢就是一个比丘给他这个带口信让他赶紧回来。然后呢嘎达亚呢回到人间的时候呢，他看到了那个丈夫看到了以后呢，他就
就给他就转告啊，他的妻子的这个口信啊。这个时候他说我在这边呢，就是这很长时间都就寻找食物，什么东西都没有得到。有一次呢，有一个比丘啊吐了一个痰，这个他就仅仅是得到这个啊，然后呢他把这个口水吐出来的痰啊就放在这个手掌里面，然后把这手指这个指甲长出来了以后呢，指甲都把这个手都穿到这边来了啊！不是有一个这样子的故事吗？我们都记得啊，就是那样子的恶鬼道，因为他的这个生前的这个以前的这个罪业是非常的严重的啊，所以他连这样子的东西都得不到的啊，因为他的因为这个是罪业啊，因为他的罪业，他自己的业障的先前啊，把所有这些人的这些排泄物这样的东西他都找不到，但是呢念了这些咒以后呢啊，因为这些咒的这个力量啊，因为这些咒的力量啊，佛菩萨的加持，咒的力量啊，他们可以得到他们得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也不是一个对他们来说啊，在他们的眼里他们看到的时候呢，不是像我们看到的时候一样肮脏的东西啊，对他们来说还是变成美食啊，所以还是有用的还是要念这个吐痰的时候就念这个咒啊，然后呢擤鼻涕的时候啊，就念这个 Om Sangana Ahara Visoha 啊，就念这个啊，然后鼻涕就又是变成了这个美食啊，然后这个恶鬼道的众生他就得到获得这个美食，然后呢在身体上的任何一个像汗水各种各样的这个排泄物都可以念这个公用的，就是这个咒啊 Om Mala Ahara Visoha 就念这个念这个然后大便就念这个咒啊 Om Buddha Hara Visoha 小便就念这个咒 Om Nanza Ahara Visoha 念这个然后所有的这个像吃饭剩下来的东西喝东西剩下来的这个水等等这些就念这个 Om Azza Ahara Visoha 念这个念这些咒，然后就观想这些排泄物布施给这个恶鬼道的众生的话念咒的同时这样子回向这样子的话他们一定能够得到这恶鬼道的众生一定能得到那这样子的话，我们通过我们的观想还有这个念咒那这所有东西都可以转化为道用的，其实这一切都是转化为道，这就是真正的佛法融入到生活当中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环节都可以成为这个菩萨道如果自己能如果自己愿意做的话，那就是都可以转化为这个菩萨道这是非常重要了这些都是念这样子的东西都是可以转化为道用的所以这个我们平时一个很认真的非常重视这个修行的人的话，那这个平时我们不需要刻意的去做什么走路的时候上班的时候做任何一个事情都可以转化为道用，自然而然一个人从早上到晚上的一切这一天的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转化为道用的，都可以变成菩萨道然后我们不重视这些不愿意去做的话，那从早上到晚上这一天当中的所有的这些行为都是为了挣钱都是为了挣钱，
除了这个以外呢，这里面没有任何跟修行有关系的东西，没有任何跟这个菩萨道有关系的东西啊，这是变成这样子的。同样的一件事情啊，同样的一件事如果不观想、不念咒不认真，那这就是跟修行没有关，跟这个菩萨道没有关系啊。如果念咒观想那样子的话，它就是变成这个菩萨道了啊。这是自然而然的这种积累资粮的方法啊。我觉得这个现代的人，对现代的人来说，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啊。比如说大乘佛教的这个积累资粮的最佳的方法是供曼茶但是这个供曼茶我们无家心当中的这个10万有多难呢？很多人就是这么多年还没有供这个曼茶罗，还没有供完，还没有修完。那这些那是不是我们这样子就平时这样观想，就是不是不需要供曼茶罗呢？当然不是了。但是呢平时这样子也可以积累很大的这个资粮这些都对我们的这种这个修行是有帮助的。所以修行尤其是这个大乘佛教来说做好事做坏事都是这个心以心为主不是以这个口以神为主神口两个不是为主，就是以心心善心里有观想，心有这样子的话，有清净观，有菩提心，有这样子那就一切都是变成这个菩萨道这是一个方法另外一个呢，这里面还有讲了几个咒的功德转绕塔的时候绕佛转绕佛塔呀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咒可以念这个咒念这个咒Namo Bhagavate Ratnagiri Jaya Tathagataya Arhati Samyasam Buddhaya Dayatha Radni Radni Maharani Radni Bunjaya Soha 就念这个咒念这个咒这个绕一圈的话这个功德就是变成了这个1000万绕1000万的功德，这个是绕一个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发誓我绕100这个100圈这个坛城或者是1万然后呢就是我念一句这个是不是可以了？这个不是的这个法王曾经也说过了功德完全是一样的，这一点我们不会，任何人都不能否定。这功德，比如说我们没有念这个没有念这个咒然后呢绕1000万和念这个咒绕一次这功德完全是一样的但是什么不一样呢就是因为我们真正这个绕1000万的话，这个人的这个心里面的这个播下去的这个种子的这个能力因为这么长时间花这么长时间做这件事情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是不能代替，各有各的好处如果是我们发誓发愿绕100万或者是1000万也不是1000遍或者是这个1万圈这样子的话，这个还是要实实在在一个一个都要去这个绕但是呢念这个咒就有这样子这么大的这个功德这个非常好然后这个我们绕塔的时候绕塔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有塔的这个有比如对我们绕塔的时候就会踩到这个塔的影子上这个时候呢要念这个不仅是塔这个佛像经幡这些都是要念这个咒班子的别个阿扎玛轰这样子就
没有不会有这个罪业的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磕头的时候我们不是所有人都在这个修家信的人每天都磕几百个头吗那这个时候这个念这个咒namo man zi shirye namo si shirye name dama shirye soha念这个咒的话，这个功德也就是磕一个头的功德，就是等于是磕1000万头的功德了磕1000万头的功德这从功德的角度来说，这个是肯定是这样子的但是10万个头呢不能这样子念一句就可以对这个还是要磕的功德是肯定是一样，这个是佛是这个佛永远都不会撒谎的有功德没有功德佛知道佛说有功德然后我们佛说有积累资粮，佛说磕头了有功德，然后佛又说念这个咒的话有这么功德，两个都是佛说的那我们为什么不相信这个其中我们一个一个磕1000万头，我们认为这个功德很大念这个只磕一个头念这个咒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功德，为什么两个都不是佛说的吗这个是肯定是这样子的念咒咒语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咒语的功德是不可思议。佛说了这个4种不可思议4种不可思议之一众生的业力是不可思议的佛的法力是不可思议的物质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咒语的力量，这4个叫做4个不可思议的物质的力量的确是不可思议。我们现在高科技出来了以后呢，我们知道很多都可以说是很不可思议了。这个叫做物质的能力是不可思议的众生的业力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经常在这个电视上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新闻这个当中我们看到很多很多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个因果报应虽然没有看到这个因果的关系，但是我们认为这是因果报应众生的这个业力不可思议的佛的智慧，佛的能力，佛的这个法力是不可思议的然后就是咒语的这个能力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呢咒语我们平时就是念一念这个咒这样子的话，它的能力是有，但是也不会是很明显的我们就是按照这个密法里面讲的那样子去真正去修这个然后观想通过观想然后念这些本尊咒，这样子的话这个咒语的能力是的确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要相信这个肯定是这样子念这个磕头的时候，你们还是要最好念这个首先磕头之前每次磕头之前念几遍3遍以上然后就磕头这功德是一定是这样子的有些人就平时不磕头但是呢每一天这个虽然没有数量没有那么多，但是坚持每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磕3个头晚上这个睡觉前磕3个头绝大多数藏地的很多这些老百姓都是这样子的，绝大多数都这样子。他平时不是专门磕头但是呢每次坚持这样。那这种情况下念这个咒然后就早上磕3个，晚上磕3，这个磕头的功德是很不可思议的这是磕头时候的功德这个咒。然后呢供佛的时候，供献花的时候供献花时候的这个一个咒，这个非常重要这个我们经常这个看到那么多的鲜花有这么寒地有这么多的这么漂亮的鲜花
那这个是应该是我们经常每个人都有佛堂，我们应该经常这个供鲜花佛经里说，如果没有鲜花的话，那像塑料像布做的这些假花也可以供可以代替，但是呢最好供鲜花。那供鲜花的时候就念这个咒念这个咒Om Namo Bhagavate Pipi Zaya Tatha Gataya Arhati Samyasam Buddhaya Tadyatha Om Pipi Pipi Maha Pipi Si Pipi Arba Le Pipi Sambai We Pipi Awan Karan Soha 念7遍念7遍每次念7遍，然后这个供花的话，每一朵花就这个变成1000万花供1000万花的功德1000朵花的这个功德，这个功德也是很不可思议的这个我们不能这个供一朵花有多大的功德我们不能这个忽略不能小看这一点点的这个功德佛就是在这个白莲花当中讲了那个念我们路边发现一个野花拆下来扔到空中诚心对佛很虔诚的心扔到空中供养佛，那样子的话就这一个功德都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这个佛经上有记载那我们念这个供这么好的花漂亮的花，然后念这个咒，让它每一个花都变成这么多钱，这样子的话，那是多大的这个福报这个积累福报其实是很容易的事情其实是很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还是要念这些这个咒这个非常重要的。这是然后呢，平时这个做任何这个善事诵经磕头，这些时候都念这个是我们平时念的这个咒我们每次都在念这个，要念这个咒但有这咒当中呢，也有些地方有一点不一样的有一两个字有不一样的，但这个没关系的，都一样的。Om Sambara Sambara Bamana Sara Maha Zamba Humpat Zamba Ba， 我们那个多了一个字这个 Zamba Humpat， 念这个字，还有念这个字，还有一个就是 Om Rzman Jawardaya Soha Jibjut， 念这个，然后就是这样子的话，所有的这些磕头也好刚才我们讲的是磕头专门有咒，供花也专门，这是公用的做任何善事都可以念这是这些都是这些咒语都是非常好的，咒的这个能力是不可思议的要显现这个咒的能力，要发挥它的作用，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条件，是我们要相信它如果不相信的话，它本身是可以做这个事情，但是它不会发挥这个作用，不相信就不会发挥作用了但是像百子名像这些佛菩萨的这个名号呢，不相信念也有作用的也有这个作用，也有这个善根所以这些我们就不能轻视这些平时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都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可以积累很多的这个资粮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三环路上不是全部都是鲜花吗？各个地方每次看到的时候，我们用心供养上师三宝这样子的话，这个也就变成了这个积累资粮的一种方法了然后除了这个三环以外，还有很多比较好的这些道路上都两边的绿化做得非常好，有这么多的鲜花这些鲜花我们不需要去采这个鲜花，就这样子供佛就可以了然后看到任何一个这个好的现象
漂亮的东西都可以供佛，这样子就是走路的时候也可以这个积累这个很大的这个资量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这个很重要。平时我们这样子把佛法用到这个现实生活当中这些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些细节上的很重要最关键的呢以这个用出离心用到这个生活当中出离心不是让我们从这个生活当中处理解脱吗？怎么出离心跟这个生活融入呢？这个也可以的，我们曾经也讲过很多次出离心是首先是这个对世界产生了这个悲观厌世然后呢去这个寻求解脱觉得这个人生这个世界当中呢没有一个不存在一个很有价值的东西，没有一个值得追求的东西然后呢就去寻找其他的这个东西。以后呢我们发现唯一的值得追求的是什么呢？就是解脱值得寻求的是解脱，然后从此以后去寻求解脱这个就是出离心。这个怎么样融入在这个生活当中呢？是不是出离心有出离心以后呢是不是不工作了呢？还是要工作但是这个我们要这样子理解，这个曾经也讲过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比较恰当的比如说一个人出去旅游自驾车出去旅游途中可能需要这个7天8天的时间要到达目的地的话那就是他这个一直都想到达这个目的地然后就是往这个方向走那但是呢这个时间要7、8天在7、8天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路上要这个住酒店也要吃饭但这个时候呢他路上就过夜的时候住酒店但他不是来住酒店的，他不是故意来住酒店那他是来干什么？他就是要到达这个目的地去旅游他的目的是旅游，要到达这个旅游的景点这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不是来就住酒店他的目的呢不是来这个吃饭但是呢他要到达这个目的地的话就需要住酒店，就需要吃饭不住酒店不吃饭他到不了这个地方就是这样子。这个怎么样这个理解呢我们要解脱就是要到达这个旅游景点一样，我们的最终的目标这个人生的这个目标就是锁定在这个解脱，寻求解脱但是这个要生存所以还是要去工作要去工作是为了这个是为了生存是为了生存，不工作的话是没有办法了。就不去挣钱的话现在这个社会当中没有钱就是活不下去了所以还是要去挣钱。但是呢没有出离心跟有出离心的这个差别是什么？没有出离心的人挣钱就是当做这个生命的这个最终的意义除了挣钱享受消费以外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目的其他的目的。这就是专门去住酒店专门到饭店去吃饭一样没有别的意思了，吃了饭就会回来的他没有其他的目的。另外一个有出离心的人一样的去挣钱，一样的去工作但是呢他这个工作是就是暂时为了解决这个生存为了解决这生活的这个问题但是他的目的就不在于这个他的目的就是解脱要解脱那不一样的。
这个是这个出离心啊，出离心要这个出离心融入到生活当中，是这样子。每一次我们要这样子啊，每一次做任何事情都要这样啊，要提醒这个这个挣钱也好啊，做任何事情，这个我们要知道，这是我的一个短暂的一个不是一个永久的，这就是我去旅游为了到达这个目的地，就在途中住店吃饭一样啊，不是为了吃饭，不是为了酒店而来的啊，是为了这个到达这个目的地。但是呢，这个路上一定要这个吃饭，一样的道理啊，我们不是为了这个享受人生的目标不是为了享受啊，不是为了消费，但是呢，不工作的话啊，还是没有办法这个生存啊。那所有的这个挣钱、工作等等，这一切都是作为一个短暂的这个计划啊，这个暂时的一个解决的方法啊。目标就不是这样，目标就是这个解脱啊。只要有这样子的话，那就这个出离心跟我们的生活就完全没有这个冲突了啊，一点都不冲突了。可以佛法它不排斥这个物质的这个财富啊，它不排除，排除的是什么呢？就是不能仅仅是为了这个消费，不能仅仅是为了这个物质生活而活啊，排除的是这个这样以后呢，这个出离心这两个不矛盾了。就这样刚才我们这个比喻来再说明另外一个问题。比如说你在这个路途当中住酒店也可以住好一点的酒店，也可以住很简单的这个酒店旅馆然后在路途当中吃饭的时候呢，也可以去这个从高档的餐厅去吃，也可以在路边的一个很简单的饭店去吃都可以。这个要看自己的这个经济的条件等等这个住的酒店好与不好，这都不是目标，最后的目标就是要达到这个旅游的景点这样子如果他的目标是住店吃饭的话，那就是这个很有讲究了一定要住好的酒店，因为只有这个目标了没有其他的目标一定要到这个高档的餐厅去吃。为什么？因为他只是来吃饭，没有别的目的那样子的话，这个是有讲究如果他的目标不是这些了如果他的目标都不是这些，只是目标是就到达这个目的地，这样子的话呢，那就是这都是没有太大的都可以，好一点的也不排斥简单的也可以的，无所谓的这就是以前我们这样的这个佛教徒的这个生活模式，就讲这个这一生这个人生的目标是为了解脱，不是为了享受那其他的这个物质生活呢，就是生存的方法那这个我如果有条件也可以过得好一点，这个也不排斥。佛没有要求四众弟子一定要过很贫困的日子没有这样子的要求，也可以好一点也可以简单一点，这个都无所谓了。最终的目标不是这些了，如果最终的目标只有这些的话，那就是不是这样子了，一定要为了这个去奋斗的。那我们的目标是另外一个那样子的话这个也不冲突了，这个出离心跟生活也就不冲突了，这是非常重要。这个出离心融入到这个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想到这个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环节工作当中的每一个环节这个比如说挣钱到消费之间的任何一个事情，都要当做一个短暂的
暂时的一种这个生存的方法啊，生存的一种方法，生存的一种方式，就是在途中住酒店一样啊。那样子的话，那就是这个出离心啊，跟金钱没有关系啊，不冲突，就是不冲突啊。出离心跟这个民生啊也不冲突啊，也可以有民生，也可以有出离心啊。然后呢，这样子的话，出离心跟这个地位也不冲突啊，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这个是出离心融入到这个生活当中的方法啊，就是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呢，当然是菩提心了啊，菩提心就更容易了啊，菩提心融入到生活当中啊，做任何一个事情啊，最好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其他人的利益啊，他人的利益，不能把自己的利益啊这个作为这个头等大事。那当然这个对我们来说很难很难，但是要往这个方向去做啊。一些同事之间啊，一个单位的同事之间、同学之间、战友之间啊等等，就不能一些这个小事情去斤斤计较啊，还是要学会让步啊，还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就放在这个次要啊，其他人的终生的这个事情放在这个首要啊，那样子这个发菩提心啊，菩提心就更容易这个融入到这个生活当中了啊。那样子以后呢，这些都叫做佛法融入到这个生活当中了希望大家点点滴滴的去做啊，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啊。我们经常向往这个大圆满大手印很高的法这些我们目前只是向往而已做不到，只是羡慕而已，还做不到。那生活当中是没有办法的，不证悟大圆满，怎么能够融入到生活当中呢？但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呢，多数都是可以融入到生活当中，可以做的当然，没有出离心，就没有东西融入到生活当中去没有菩提心，也没有东西融入到生活当中去，这是说说而已所以还是要有这个修出离心和这个菩提心然后再去这个融入到生活当中，这是非常好的那我们这次的这个出离心这个修行与生活这两个这个课呢今天就讲完了。Sonum de Tanja Zurbani Doni Bejana Baji Kirgana Jevalon Jaba Jebin Zolindo Adojo Om Ahom Banzernger Pamasadahom Om Ahom Banzernger Pamasadahom Om Ahom Banzernger Pamasadahom